这件事情发生在半个月前，那时我的月经突然推迟，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期待。我用验孕棒一测，竟然显示2条杠，我怀孕了。那一刻，我欣喜若狂，因为我一直是不易受孕的体质，结婚5年了，这个好消息迟迟未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收起验孕棒，怀着激动的心情，飞快赶去医院检查，想要确认这个来之不易的喜讯。我还计划着，等检查结果一出来，就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老公，让他也感受这份喜悦。然而，命运却给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在医院里，我竟然意外撞见了他们那不堪入目的一幕，我的心瞬间碎成了千片万片。医院里人潮涌动，缴费处尤为繁忙。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，那人极像我老公，而他身旁竟伴着一位女子。当我目光触及那女子时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她，赵小山，是我亲手带的研究生，聪明伶俐，充满活力，且极善处事。在实验室里，她是我最得力的助手，也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她怎会与我老公走在一起？心中疑惑丛生，我悄然跟上。赵小山，你怀孕了，可得多加小心，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一个我们的孩子，让我心头一紧。你放心，我知道你之前答应过我要结婚的，这话还算数吧？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们得尽快有个自己的家。赵小山的话语如晴天霹雳，炸得我心神剧烈。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愣在原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老公竟然出轨了，而且出轨的对象竟然是我一手带大的学生。这个消息如同一枚重磅炸弹，炸得我思绪纷飞。他们究竟何时勾搭在一起的？又究竟有何企图？一连串的问题如连珠炮般在我脑海中炸响。28号，柳林医院广播里传来机械的声音，我才恍然回神。走出医院，我浑浑噩噩，脑海中仍回荡着医生的话语。胎儿已经快2个月了，从检查上看，胎心不稳。医生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犹豫，最终还是开口说道：“你是不是有长期服用避孕药的习惯？”怎么可能？结婚不久，我便被检查出输卵管堵塞，难以受孕。为此，我还自责了许久。天知道我有多么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。难道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悄然升起？晚上，老公回家了，我强作镇定，像往常一样为他放好了洗澡水。趁他洗澡之际，我迅速翻开了他的手机，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或许是我对他太过信任，从未翻看过他的任何通讯工具，以至于他对我毫无防备。武家祥，那个负心汉，手机里竟存了许多令人作呕的视频，我看得想吐。他们竟然瞒得我如此严实。我强忍着恶心，一边擦拭着眼角的泪水，一边将那些视频转发到了我的手机里。一番操作后，我将他的手机悄悄放回原位。一切就绪，武家祥也从浴室走了出来。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我，开口问道：“老婆，你知道我白天去哪儿了吗？”我的心砰砰直跳，他难道是要跟我摊牌？难道是要跟我离婚？难道我白天在医院的一幕被他看见了？我心中充满了不安与恐惧。不等我多想，就看武家祥从衣服里拿出一个红色盒子。老婆，纪念日快乐。银白色钻戒被摆在我面前，原来是结婚纪念日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听武家祥在耳边含情脉脉给我说情话，我只觉反胃。见男人，外面孩子都有了，在家倒是会做戏。转念一想，我倒不如顺水推舟，趁机道：“
老公，我怀孕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她下意识说。果然有猫腻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却装出没看出武家祥脸上的不自然。怎么不可能？我都去医院检查过了，不过医生说孩子胎心不稳，需要我好好养胎。我拉着武家祥的手，装出对美好生活的幸福憧憬。怎么，老公你不开心吗？开心，武家祥说。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却暴露了他此刻的焦虑。果然，一切如我所料那样。第二天，我带着我的维生素药片去化检，检查出避孕药成分。武家祥怕是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，真是狼子野心。我盯着眼前的避孕药，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。我花大价钱请了个私家侦探，一分钱一分货。3天之后，事情就被查得明明白白。武家祥和赵小山开始于1年前，记得那时赵小山刚进我的实验室，他想接触核心项目，可他刚来，根本就不够资格。我那时也在怀孕，大概1个月之后，我突然流产，武家祥也在那时变得忙碌起来。我当时一直以为自己那段时间太过操劳，现在看来，当时觉得毫无关联的事，实际上早有端倪。柳小姐，我还查到你丈夫有婚内转移财产倾向。私家侦探善意提醒。我愣了一下，那一刻，比起伤心，我更加感到的是恼火。也不想想，这些年如果没有我家在地市的根基，他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，算个什么东西？当年我不顾父母劝阻，执意要嫁给他，就是看他老实本分，有上进心，对我也体贴。没想到他不仅在外面给我搞这些花的绿的，还觊觎我的财产。房子是结婚前我家出钱买的，为了照顾他的面子，写上他的名字。婚后他说要炒股，日常起居都是我在贴补家用。他炒股失败，我还安慰他。现在看来，以前的我真是傻得透顶。我想，我对武家祥的认识还是太少了，他一定还有事瞒着我。证据都发到我邮箱了，是我做了备份，邮箱1份，网盘1份。私家侦探办事很牢靠，继续盯着他们，搞清他们下一步动作。我去了学校实验室，没有声张，径直来到了放着数据的柜子前。里面的文件满满当当，之前一直都是赵小山在处理。我很信任他，没有废话，直接找到核心资料文件夹，打开。片刻之后，我冷笑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赵小山窃取了我的核心资料，并私自篡改了我的实验数据。他是想拿着我的实验结果去发表。看来这对狗男女是打算让我在事业和爱情上遭受双重打击，再把我吃干抹净，扫地出门。果然一手好算盘。我刚将文件夹刚放回柜子，赵小山就匆匆进来。他慌张地看着我，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闲得没事，过来看看。哦，我还以为您今天不来了。赵小山心虚地说。和我说话的时候，赵小山目光一直有意无意地盯着柜子里的文件夹。我自然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老师，柜子里的资料您看过了吗？赵小山小心翼翼，实验数据昨天才更新，还没来得及整理。我抬头，目光死死盯着赵小山。怎么？是有什么不方便我看？哪有？赵小山低着头，不自然地开口。我笑着看他，目光移到他肚子上。赵小山，几天不见，你怎么好像胖了？赵小山眼中闪过一起慌乱，但很快被他遮掩过去。是吗？大概最近吃多了吧？吃多了，确实吃多了，偷吃多了，以至于多出了一个。但我没有拆穿他，反而热情地招呼他。赵小山，这段时间你在实验室忙碌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辛苦了。周末过来我家吃饭吧。
我好好做几个菜。赵小山眼底划过一丝不易察觉欣喜，大概是为我这个愚蠢的妻子、老公和自己的研究生在自己眼皮底下偷情，却浑然不知而窃喜。我装作毫无察觉的样子，又和赵小山说了很多诸如接下来好好干，实验室我最器重你之类的话，然后才离开实验室，转动家里的门锁。我就察觉出一丝异样，家里有其他人。厕所传来哗哗的水声，婆婆从我房间出来，看见我，脸色很难看。柳林，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快点去做饭，我都饿死了。我和武家祥结婚的时候，婆婆就看我不顺眼，觉得我高攀了她儿子，偶尔来我们新房，就给她儿子挑拨离间，还把我当老妈子使。从前我看在武家祥的面子上，忍气吞声伺候他，他却得寸进尺，越发觉得自己可以拿捏我，说话阴阳怪气，还给他儿子告我的状，嫌我伺候的不周到。今天我可不忍了。婆婆见我没动，声音更加不耐烦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抬起头，悠悠看了婆婆一眼，谁想吃谁自己去做，我在外面也累一天了。婆婆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，东西摔得砰砰响。当初我就说，两个人过日子就不能娶这种好吃懒做的，你现在后悔也不晚。我忽然抬起头，面无表情盯着婆婆，这房子我买的，你要不想待，随时可以走。婆婆就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一张老脸气得通红。你说什么？我儿子的房子要走也是你走，你个不下蛋的母鸡，还想霸占我儿子房子？眼看婆婆要来撕我，我突然平静开口：妈，我怀孕了。婆婆愣了，你说什么？已经有段时间了。我摸着肚子，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您不会怪我吧？不会不会。婆婆的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变，大度的摆手，还责怪我道：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？她麻利的扶我坐到沙发上，又转身给我冲了一杯红糖水，多喝水对胎儿好。桌上摆满了坚果零食，婆婆对我嘘寒问暖，又转身进厨房要给我张罗晚饭。看着婆婆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我心中泛起一阵快意，悠闲的在沙发上吃着零食。武家祥进家门的时候，婆婆正忙着在餐桌上给我剥虾。武家祥吓了一跳，我心情愉悦的和他打了招呼，婆婆也抬头看着武家祥，高兴的张罗让他赶快洗手吃饭。饭桌上，我对武家祥说了自己的打算，想周末请赵小山来家里吃饭。婆婆剥虾的手停顿了一下，我继续开口：赵小山在实验室帮了我不少忙，现在我又怀孕了，以后他肯定更忙。这话正中武家祥下怀，我看到他眉间难以掩饰的兴奋，又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这种事你决定就好，我都行。说话间，他假模假样的拉起我的手，辛苦你了。一家人饭桌上其乐融融，我心里却暗自有了计较。周末，赵小山很早就过来了，还特意给我挑选了2盒补品，我热情的谢过了他，然后放在一边。婆婆在厨房做饭，我见时机成熟，借口有事回房间处理。临走前，还不忘让坐在沙发上的武家祥替我招待赵小山。武家祥满口答应，我才满意离开。卧室房门被悄悄拉开一道小缝，透过门缝，我可以清晰看到赵小山姿势随意的坐在沙发上，和武家祥2人卿卿我我。这对狗男女，在我眼皮子底下都敢这么大胆。婆婆从厨房出来，2个人在客厅公然调情，婆婆也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，显然知情已久。等婆婆从阳台拿了葱，才又折返回来，走到2人面前提醒：
你们两个最近也收敛点，至少等挨过那个生产。赵小山有些不情愿从武家祥怀里出来，武家祥一把搂过赵小山，满不在乎的开口：怕什么？反正也是意外的。婆婆有些急，万一是个儿子呢？武家祥不耐烦的开口：儿子我也不要，妈，你放心吧，柳林那里我还有其他计划呢。其他计划？我躲在门后，心忽的颤了一下。婆婆还想再说什么，正在这时，卧房的门打开了，我拿着一杯水从里面出来。婆婆脸色有些难看，我笑着走到赵小山面前，神色如常。刚处理了点实验室的事，你在这也闷坏了吧？先喝点水吧。赵小山不疑有他，仰头把水喝了。看着赵小山把水全部喝干净，我才对赵小山开口：赵小山，这水很甜吧？里面有我特意加的维生素泡腾片。我认真看着赵小山，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，总是泡在实验室，脸色也差了很多，你要多休息休息，多补充营养，是不是，老公？我转头看向武家祥，此时此刻他的脸像打翻了调色盘，难看极了。武家祥飞快穿了外套，要带赵小山去医院检查。你怎么能给赵小山喝这个？武家祥气急败坏的朝我吼。我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，追着武家祥问：这东西怎么了？维生素片不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吗？难道有什么问题？武家祥停顿了下，一副懒得理我的样子。赵小山的肚子突然发作了，他疼得瞬间弯下腰，捂着肚子，脸都白了。肚子，我好疼！家里瞬间鸡飞狗跳。婆婆指挥着武家祥：家祥，你赶紧带赵小山去医院。我还是一副懵懂的样子，可能是吃坏肚子了吧？你们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武家祥看我一眼，没说话。车子一路疾驶，开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立刻挂了急诊。医生推着赵小山急匆匆往手术室走。病床上的赵小山已经疼得死去活来。半个小时后，手术室的灯熄灭，赵小山流产了，孩子没保住。武家祥愤怒极了，他拳头砸向墙壁，又冲过来要打我。婆婆也跟在身后骂我：好端端的，你给他喝什么维生素水？你是有毛病吗？妈，我看这个女人就是故意的，看我今天不打死她！武家祥抬起手掌就要往我脸上招呼，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忽然捏住了武家祥的手腕，义正言辞的开口：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闹事的地方。武家祥讪讪放下了手。我眼见着医院里人来人往，心里一片冰冷，脸上却也配合着做出一副难过样子，轻声问武家祥：老公，为什么赵小山流产了你要打我？为什么你对赵小山这么上心？明明你的妻子是我啊！武家祥愣了，面对我的质问，他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还是回答道：赵小山怀的也是我的孩子。医院里有人指指点点。武家祥想拉我去没人的地方，我却不愿意，甩开他的手，冷冷地问他：为什么赵小山喝过维生素水会流产？武家祥无言以对。我装作才明白的样子，恍然开口：是不是你把我的维生素片换成了避孕药？武家祥张了张嘴，此时此刻他再说什么都是没用的。眼看事情败露，武家祥索性不瞒了：是你的维生素瓶里被我换成了避孕药，但是你有想过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你整天忙着你工作上的事，去实验室，我们夫妻间本来就没什么感情，我是不忍心我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。武家祥声色俱厉地指责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武家祥居然还在狡辩，
企图把锅甩到我头上。可惜他打错了算盘，在接连经历痛苦打击，我的声音也变得冰冷。武家祥，自我和你结婚，我自认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但你呢？你在外面找小三，让她怀了你的孩子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给我吃避孕药。今天赵小山流产了，但我觉得这就是报应，是对你做一切伤害我事情的报应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武家祥无可辩驳，也终于撕破脸，露出他本来的样子。是，柳林，我就是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和赵小山在一起了，但那你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现在可以给你2个选择。武家祥语气生冷地说，要么我们离婚，你净身出户，要么你就给我忍着，当什么也没发生过，老实给我待着。武家祥说完，再也没有管我，他头也不回进了旁边赵小山的病房，他去照顾赵小山了。我一个人站在原地，因为事件的男主角走了，看热闹的人也慢慢散了。婆婆上前拉着我去了旁边，我知道婆婆心里打的什么算盘。赵小山的孩子没了，他们老王家的后代就只剩下我肚子里的这个了。她想要我给他们家传宗接代。果然，僻静处，婆婆拉着我的手推心置腹。柳林，刚才的事你也别往心里去。家祥他就是一时鬼迷心窍。我心里冷笑，鬼迷心窍。婆婆见我没反应，继续自顾自地说着，男人嘛，哪有不偷腥的？有小三、小四、小五很正常，那些都是逢场作戏。你听妈的话，就算外面的莺莺燕燕再多，她最后也还是会回到你身边，因为只有你才是她的老婆。我恨得心里痒痒，这便宜老婆很好吗？但是当着婆婆的面，我还是做出一副伤心过度的样子。妈，今天发生的事太多了，你让我一个人想想吧。好好，婆婆没再逼我，你慢慢想。她又说去替我打听赵小山情况。我等到婆婆彻底离开，才收起脸上的伤痛欲绝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冷漠。我抬起脚，随便的找了间妇科医生的问诊室，进去坐在里面，告诉面前的医生我要流产。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这医生竟然是刚才出手相助，拦着武家祥打我的那一个。我注意到医生胸前挂着的工作牌，沈然，主任医师。刚才和武家祥争执的时候，这医生站在一边，一直目睹了整个过程，所以我想他应该能理解我的处境。但我没想到，他却不建议我拿掉这个孩子。从之前的检查看，长期避孕药已经严重影响了你的身体，如果再拿掉这个孩子，你可能就再也不能怀孕了。面对沈然的话，我沉默了。一边是渣男的孩子，一边是再也不能怀孕的代价。沈然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，我建议你还是生下这个孩子，毕竟孩子是自己的，没必要为了一个垃圾男人，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。当然，如果你本身就不愿意养孩子，选择流掉也可以，一切看你自己的意愿。我的心如坠冰窟，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想要孩子？这是我盼了多久的事。可是，如果以后带着一个孩子生活，恐怕也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人了吧？我自嘲的笑笑。沈然抬起头，面色严肃的看着我。如果是这样，只能说明2个人不合适，遇到合适的人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我心里很是动容，想不到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男人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沈医生，谢谢你。短暂的考虑过后，我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孩子。沈然也很支持我的决定。我说，沈医生，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吧？这样我以后来你这里产检时也方便些。就这样，我和沈然交换了联系方式。
临走前，沈然叫住我，如果你想打离婚官司的话，我这里有靠谱的律师，可以介绍给你认识。回到家，我忽然想到赵小山出事前，武家祥口中的另有计划。他的计划是什么？我自然不会再真的认为武家祥会就此收手，前面恐怕还会有更龌龊的事等着我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搞清楚武家祥口中所谓的计划。我给私家侦探打了电话，让他再着重调查一下武家祥最近的行程，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。没想到隔了几天，私家侦探给我打来电话，没有调查出武家祥的问题，反而查到我名下投保了几张巨额保险单，可我从来不记得我什么时候买了保险。刚和私家侦探通完电话，武家祥就从外面进来，手里竟然还拿着一束可笑的玫瑰花。老婆，妈已经和我说过了，我想通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武家祥竟然低声下气和我道歉，这可真少见。我冷冷的开口，还是算了吧，你之前不是还说要么离婚，要么忍气吞声？武家祥轻声哄我，那都是一时气话，我跟赵小山是逢场作戏，他哪有自己的老婆好？我现在已经彻底和他断干净了。老婆，你原谅我吧。武家祥站在我面前，认真开口，只要你原谅我，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，也给宝宝一个完整的家，好吗？我心里冷笑，家早散了吧？你想的不过是如何算计我。不过我也一样，想到和武家祥离婚，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，就算为了尽可能搜集不利于武家祥的证据，将他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，现在也不是撕破脸的好时机。好啊，我接过武家祥手里的玫瑰，脸上一半庆幸，一半无奈。这次我原谅你，但是你可绝不能再对不起我了。武家祥还沉浸在他给我营造的美好未来中。老婆，我们去旅游吧。旅游？我诧异，好端端的旅游干嘛？武家祥笑了，就当是度蜜月，我们去三亚。你不是一直都想去三亚看海吗？见我还在犹豫，武家祥干脆开口，你说原谅我，总要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吧。出去，忘掉这里的不愉快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关于和武家祥去旅游这件事，总让我觉得不安，习惯性将这件事告诉了沈然。这段日子的接触，我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像个哥哥一样，总能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开解我。我们去三亚之前，武家祥好像指泰迪，几次想跟我亲热，我实在觉得厌恶。有一次还差点没吐他身上，想到他的身体也像对我这样触碰过无数人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幸亏怀孕了，正好借口孕期反应，喜欢清静，躲他远远的。飞机一路向南，旅途中的风景也让我心情好了许多。下了飞机，武家祥在当地租了一台汽车，他说我们自驾游，他保证让我看到很多平时根本欣赏不到的美景。我有些迟疑，我们人生地不熟，这样会不会有危险？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武家祥拍着胸脯和我保证，老婆，你放心吧。看着武家祥信誓旦旦的样子，我没说什么。车子一路向南行驶，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，终于在一处人迹罕至的海滩停下。我们站在高处，下面是海滩，滚滚波涛。从上面望下去，我有些诧异，嘀咕道，武家祥，这就是你说的美景？这也没什么啊，这不就是一片荒芜海滩？武家祥嘿嘿干笑两声，伸手指着不远处，老婆，你看那边。我目光顺着他的手看过去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推力，我费力抓住旁边的石头，才没掉下去。武家祥又突然掐住我的脖子，
原本平静的脸上，此刻也越发狰狞了起来。去死吧，柳林！你去死吧！看看我精心为你准备的葬身之地，还不错吧？我被武家祥抓住脖子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两只手奋力的扭动着，大概觉得自己胜券在握。武家祥的话也多了起来。柳林，你肯定觉得很奇怪吧？你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为什么还要杀你？因为你不知道的是，除了赵小山，我还有其他女人，并且她们也怀了我的孩子，前2天已经去医院鉴定过了，是儿子，所以你没用了，去死吧！用你的身体给我换取巨额保险，做我实现人生财富自由路上的垫脚石，去死吧，柳林！此时武家祥已经完全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，他双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下一秒他身体突然被人踹飞，身体重心不稳，摔在地上。是沈然救了我，我没想到他居然也会来三亚，并且还是在这片寸草不生的海沿上。警察从暗处冲了出来，他们制服了武家祥，并给他戴上了手铐。被警察带走前，武家祥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，有诧异，有愤恨，有不甘。他大概直到被警察抓住的那一刻，才想明白，对于他暗中所作所为，我其实早有准备。警察走后，沈然抓着我的肩膀，问我有没有事。我摇摇头，他有些责备的开口：“你还怀着孕，怎么能做这么危险的事？万一他真的杀了你怎么办？”突如其来的关切竟让我有些不适应。我趁机转移话题：“对了，你怎么在这？”“我碰巧路过。”沈然故作自然的说道，然而声音里还是带了一丝不自然的尴尬。他脸微微泛红，回避的样子竟有一丝可爱。我心中有了计较，却并没有点破。回去之后，我把搜集到的有关武家祥犯罪的证据一并交给了警察。警察感谢了我的配合，并告诉我一切事情公安机关会妥善处理，让我回去等消息。我又找了赵小山，那次流产对他影响很大，因为大出血导致他以后都不能再有自己的孩子。我把武家祥照片拿给赵小山看，不同女人的脸足有5、6种之多，每一个都和武家祥有着亲密的互动。赵小山终于崩溃，他低着头的肩膀微微颤抖，一双手捏碎了我给他看的照片。赵小山答应为我作证，证明武家祥和我的婚姻存续期间和他有不正当关系。8个月之后，我顺利离婚。武家祥因为违法犯罪，证据确凿，进了监狱。家里的房子、车子、钱全部归我所有。武家祥净身出户。几天后，我生出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我也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某天带儿子上街，竟然偶遇了沈然。我们随口聊了几句，沈然夸我儿子可爱，我儿子似乎也很喜欢他。临走前还和他约定下次再见。我当时只当童言无忌，没想到从那之后，我和沈然偶遇成了大概率事件。几次之后，我才后知后觉，沈然大概是在追求我。春光刚好，好日子也还很长。春光刚好，好日子也还很长。在那之后，沈然对我的追求愈发明显。他总是会在我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时刻出现，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心与陪伴。起初，我还会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感情有些许犹豫，毕竟上一段婚姻给我带来的伤痛太过深刻，让我对爱情多了几分谨慎。深夜独处时，过往那些被背叛、被算计的画面仍会不受控制的在脑海中闪现。武家祥丑恶的嘴脸，赵小山虚伪的笑容，如同噩梦般纠缠着我，
让我对再次全身心投入一段感情充满了恐惧。但沈然的真诚和耐心，就像春日里温暖而持久的阳光，一点点融化了我心中那层厚厚的冰。他似乎总能敏锐地察觉到我情绪的细微变化，在我陷入回忆的痛苦中时，他会轻轻打来电话，用温柔的声音给我讲一些有趣的见闻，逗我开心。在我为生活琐事忙碌的焦头烂额时，他会默默出现在我身边，帮我分担，从无怨言。一个周末，阳光明媚，微风轻拂，沈然约我带着儿子去郊外的公园野餐。当我们到达公园时，眼前的景色如诗如画，绿草如茵，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，繁花似锦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。它们在微风中摇曳生姿，散发出清新宜人的花香，混合着泥土的芬芳，沁人心脾。儿子像一只欢快的小鹿，迫不及待地挣脱我的手，在草地上欢快地奔跑着，笑声如同银铃般清脆，在公园的上空回荡。沈然则在一旁细心地铺好野餐垫，他动作娴熟，眼神专注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这次野餐的用心。接着，他从背包里拿出各种美味的食物，有我最爱吃的草莓蛋糕，那细腻的奶油上点缀着鲜红的草莓，让人看了就垂涎欲滴。还有他亲手做的寿司，精致的造型，丰富的馅料，一看就知道花费了不少心思。看着他忙碌而专注的身影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在野餐过程中，沈然和儿子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儿子拉着他的手，兴奋地要玩捉迷藏，沈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他用手蒙住眼睛，开始数数，那认真的模样仿佛和儿子一样，变成了一个天真的孩子。数完数后，他便开始四处寻找儿子，一边找环，一边故意大声说：“咦，宝贝藏到哪里去了呢？我怎么找不到呀？”儿子躲在一棵树后，忍不住咯咯笑出声。就这样，他们在草地上你追我赶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之后，儿子又提出了各种天马行空的问题，比如为什么月亮会跟着我们走，小鸟为什么会飞，我们却不会。沈然总是耐心的倾听，然后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为儿子解答，眼神中满是宠溺。那一刻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勾勒出一幅温馨美好的画面。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生活的美好模样，一种久违的幸福感在心底悄然蔓延。曾经对家庭幸福的渴望，似乎在这一刻正慢慢变成现实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和沈然的感情逐渐升温。在事业上，我也重新找回了曾经的热情与专注。实验室里，我带领着团队继续深入研究之前被赵小山窃取和篡改的项目。面对那些复杂的数据和棘手的难题，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焦虑和无助。每天清晨，我总是第一个来到实验室，打开电脑，仔细梳理前一天的研究进展，制定当天的工作计划。团队成员们在我的带动下，也都充满了干劲。我们一起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，从国内外的前沿研究中寻找灵感，一起反复进行实验，对每一个数据都进行严格的分析和验证。遇到困难时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各抒己见，共同探讨解决方案。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懈的努力，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。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还获得了国际上一些知名学术机构的认可。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上，我作为团队代表发表演讲，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。站在演讲台上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看着台下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们专注的目光，我心中既紧张又充满了自豪。我清晰地阐述了我们研究的背景、过程和取得的成果，展示了那些凝聚着团队心血的实验数据和图表。演讲过程中，我能感受到台下听众们的专注和对我们研究的浓厚兴趣。演讲结束后，掌声雷动。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不仅在感情上获得了新生，在事业上也迎来了新的高峰。在生活中，沈然成了我最坚实的依靠。他会在我忙碌一天回到家后，为我准备一顿温馨的晚餐。厨房里，他系着围裙，熟练的切菜、炒菜，锅碗瓢盆在他手中仿佛变成了演奏美妙音乐的乐器。不一会儿，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便摆满了餐桌。他会细心的为我盛好饭，拉过椅子让我坐下，然后笑着说：“辛苦了，尝尝我的手艺。”每一口饭菜都充满了家的味道，温暖着我的胃，更温暖着我的心。当我为研究难题而苦恼时，他会陪我一起查阅资料，探讨解决方案。我们坐在书房里，灯光柔和地洒在书页上，他认真地看着那些专业书籍，不时提出自己的见解，和我一起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。在他的帮助下，许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都迎刃而解。当我心情不好时，他会静静地听我倾诉，给我最温暖的拥抱和安慰。他会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，让我靠在他的怀里，听我讲述心中的委屈和烦恼。等我倾诉完，他会用温柔而坚定的话语鼓励我，让我重新振作起来。而我也渐渐学会了放下过去的伤痛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段新的感情中。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，每一个瞬间都成为了我们爱情的珍贵回忆。我们会在傍晚时分，手牵着手在河边散步，看着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。我们会在下雨天，窝在沙发里，一起看一部温馨的电影，分享着彼此的感受和想法。我们会在节日里为对方精心准备礼物，给彼此带来惊喜和感动。儿子也越来越依赖沈然，他会在幼儿园里自豪地向小伙伴们介绍沈然是他的新爸爸。看着儿子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我知道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沈然。我们三个人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家。在一个温馨的夜晚，沈然带着我和儿子来到了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医院花园。花园里的花朵在月光下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仿佛被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薄纱，空气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。沈然突然单膝跪地，拿出一枚璀璨的戒指，那戒指在月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如同他眼中的深情。他深情地看着我说道：“柳林，我爱你，也爱我们的儿子。你愿意嫁给我，让我用一生的时间来守护你们吗？”儿子在一旁兴奋地跳着，大声喊道：“妈妈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！”看着眼前这两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的眼中满是感动的泪水。我用力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愿意。”沈然轻轻地为我戴上戒指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了我和儿子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幸福的味道。我知道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港湾。婚后，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。沈然继续在医院里救死扶伤，他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们的一致赞誉。每天清晨，他总是早早起床，精心准备好早餐，然后温柔地叫醒我和儿子。他会在出门前给我们一个深情的吻，嘱咐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在医院里，他对待每一位患者都如同亲人一般，认真倾听他们的诉求，
仔细诊断病情，制定最合理的治疗方案。他的耐心和细心让患者们在病痛中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。许多患者在康复后都会送来感谢信和锦旗，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。而我在事业上也不断进取，带领团队开展了更多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项目。我们的研究方向逐渐拓展到一些前沿领域，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在研究过程中，我们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，但我始终坚信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坚持不懈，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。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顺利，不断有新的成果涌现。我们会在周末一起带着儿子去参加各种亲子活动，一起探索这个世界的美好。有时我们会去科技馆，在充满科技感的展厅里，儿子兴奋地东看看西瞧瞧，对每一个展品都充满了好奇。沈然会耐心地为儿子讲解其中的科学原理，激发儿子对科学的兴趣。有时我们会去动物园，看着那些可爱的动物，儿子开心地笑着，我们也被他的快乐所感染。有时我们会去登山，在攀登的过程中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。当到达山顶，俯瞰着壮丽的景色时，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和生命的美好。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儿子健康快乐地成长着，他聪明伶俐，充满了爱心和好奇心。他会在看到流浪猫时拉着我们的手，让我们一起给小猫喂食。他会在幼儿园里主动帮助小伙伴，分享自己的玩具和故事书。他会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，不断地问着各种问题，探索着这个奇妙的世界。我们的家充满了欢声笑语，曾经的阴霾早已被彻底驱散。每当我回想起那段黑暗的日子，心中不再有痛苦和怨恨，而是充满了对现在生活的感恩。因为我知道，是命运的转折让我遇到了沈然，是他的爱和陪伴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未来的路或许还会有风雨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一家人携手共进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追求幸福的脚步。我们将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，一起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，在爱与希望中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。